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让人感动的故事，是关于我们一位来自韩国的客户嘉恩和他爸爸的经历。这个故事让我深深体会到，爱情和婚姻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，更是两个家庭、两种文化的碰撞与融合。嘉恩是在台湾科技大学读研究所时认识她现在的老公洪峰的。起初，他爸爸一位在首尔大学任教的老教授，对女儿要嫁到台湾这件事相当不以为然。在他的认知里，韩国可是宇宙强国呢，台湾能有什么好？我女儿在首尔生活多好啊，为什么非要嫁到台湾去？老教授经常这样抱怨，但是为了女儿的婚礼，他还是决定提前来台湾看看，顺便考察一下未来女婿的家庭环境。谁知道这一来，老教授的三观就被彻底刷新了。首先让他惊讶的是桃园机场的效率，通关速度快的让他目瞪口呆。哇，这里的机场比仁川机场还要效率高诶。更让他震惊的是，在搭乘机场捷运到台北的路上，他发现车厢里的老人家、孕妇专座竟然真的都让给了需要的人，这在韩国可是很少见的。虽然韩国地铁上也有爱心座位，但实际上经常被年轻人占据，老人家只能可怜兮兮地站着。到了台北，女儿和未来女婿接她去吃饭，路上她看到一位老奶奶推着回收车在收废品，正想感叹台湾怎么还有这么落后的一面，结果她亲眼目睹了让她终生难忘的一幕。一位穿着西装的上班族不仅主动帮老奶奶把重物搬上回收车，还从口袋里掏出一包便当，恭恭敬敬地双手奉上。老教授当场就被这一幕震撼到了。在韩国，大家对这些底层劳动者往往是视而不见，甚至会觉得他们影响市容。可是在台湾，他看到的是满满的人情味和对弱势群体的关怀。爸，在台湾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哦。嘉恩骄傲地说，这里的人不会用异样的眼光看待任何职业，大家都互相尊重。老教授听了不禁红了眼眶，他想起自己曾经是多么的傲慢，总觉得韩国样样都比别人强，井底之蛙啊，他在心里暗暗感叹。接下来几天的见闻更是让他大开眼界。在医院陪嘉恩产检的时候，他发现台湾的健保制度居然如此完善，挂号费才几百块新台币，而且医生会耐心地解释每一个细节，不像在韩国动不动就要等上好几个小时，医生还总是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，这简直是天堂啊！老教授感叹道，难怪你说在台湾生孩子比较放心。说到科技实力，老教授更是被深深折服。作为一个在韩国生活了大半辈子的知识分子，他一直以为三星、现代这些企业就是亚洲最顶尖的科技公司，直到女婿带他参观了新竹科学园区，他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全球最尖端的芯片制造商台积电就在这里。天啊，我们用的手机、电脑里面的芯片，原来很多都是台湾制造的。老教授激动地说，难怪美国总统拜登访问韩国的时候都要特别提到台积电。不仅如此，联发科、宏奇、华硕等等这些响当当的科技公司都是从台湾起家的。老教授不得不承认，自己之前对台湾的认知实在是太过片面了。爸爸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公司的主管从来不会像韩国那样要求加班到很晚。嘉恩告诉爸爸，这里特别注重工作生活平衡，下班后的时间都是属于自己的。听到这里，老教授不禁想起韩国那令人窒息的职场文化，下班后还要陪领导去喝酒应酬，第二天顶着宿醉也得准时到公司，稍有不慎就会被同事排挤。而在台湾，人们更注重效率，不会搞那些无谓的职场政治。老教授还发现，台湾的教育氛围也比韩国轻松许多。在韩国，从小学开始就要死命补习，孩子们的童年都被填鸭式教育毁掉了。但在台湾，虽然也有补习的现象，但整体来说更加人性化，特别注重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和独立思考能力。我和洪峰已经决定要在台湾生孩子了。嘉恩兴奋地说，
这里的教育环境比较适合孩子健康成长。几天下来，老教授完全被台湾的生活方式征服了。他发现这里的人们生活节奏更慢，但质量却很高。街边的小吃摊位烟火气十足，夜市热闹非凡，处处都能感受到市井百姓的生活气息。最让他感动的是，台湾人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。虽然现代化程度很高，但庙宇、古迹都被完整的保留下来，而且充满生机。不像韩国，为了发展建设，很多历史遗迹都被推倒重建了。台湾真的太棒了！老教授由衷的感叹。我现在总算明白，为什么你会选择在这里安家。有一天早上，老教授在住家附近的早餐店买油条，看到一位清洁阿姨在打扫街道，路过的人们会主动跟阿姨打招呼，还有小朋友奶声奶气地说阿姨辛苦了。这温情的一幕又一次让他感动得红了眼眶。老教授情不自禁地对着这位清洁阿姨深深鞠了一躬，旁边的路人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事，纷纷询问是否需要帮助。当他解释说只是被台湾人的善良感动时，大家都笑了。台湾人就是这样啦，互相帮助是应该的。一位阿伯笑呵呵地说。这时，老教授突然想到在韩国时的情景，那时候的他怎么可能会对一位清洁工鞠躬致意呢？在韩国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中，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。可是，在台湾待了这些天，他的价值观完全被颠覆了。原来我们一直活在信息茧房里啊！老教授感慨地对女儿说：“总以为韩国什么都是最好的，现在才知道是多么的狭隘。”嘉恩看着爸爸的转变，心里既欣慰又感动。他还记得当初决定要嫁到台湾时，爸爸有多么的反对。那时候他一直强调韩国的经济实力多强大，首尔的生活多么时尚，觉得来台湾简直就是自甘堕落。爸，你知道吗？我刚来台湾的时候也很不习惯。嘉恩说，但是慢慢的，我发现这里的生活才是真正的幸福。确实，在台湾，他不用为了讨好同事而耗费心力，不用担心因为结婚生子而被公司刁难。这里的人们更懂得享受生活，不会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攀比和竞争上。最让嘉恩感动的是台湾的医疗体系。她的一个在韩国的闺蜜怀孕后，光是产检费用就花了将近100万韩元，而在台湾有了健保卡，产检基本上不用花什么钱，医生护士的服务态度还特别好。我真的很庆幸当初坚持嫁到台湾来。嘉恩紧紧握住老公洪峰的手说，这里才是我想要的生活。洪峰也很感动，他知道嘉恩为了适应台湾的生活付出了很多努力，从一开始的语言不通到现在能说一口流利的台湾腔，这中间经历了多少困难，但是他从来没有抱怨过，反而越来越爱上这片土地。岳父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嘉恩的。洪峰认真地说。老教授看着女儿幸福的样子，心里的最后一丝顾虑也消失了。他终于明白，幸福不在于生活在多么发达的国家，而在于能否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。在台湾的最后几天，老教授特意观察了很多细节。他发现台湾的便利商店不仅仅是买东西的地方，还能代收包裹、缴费、打印文件，简直就是生活服务中心。而且店员的服务态度都特别亲切，不会像韩国那样冷冰冰的，真是太方便了。老教授惊叹道，韩国的便利商店跟台湾比起来，功能实在是太单一了。他还特别喜欢台湾的咖啡文化，在韩国连喝杯咖啡都要讲究排面，一定要去大品牌的连锁店，但在台湾街边随处可见独具特色的小店，老板都是真心热爱咖啡的人，价格也很亲民。爸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公司附近有一家咖啡店的老板是退休的工程师。嘉恩说，他说人生不需要太多压力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才最重要。这种生活态度深深打动了老教授。在韩国，人们总是活在无形的压力中，孩子要上最好的学校，年轻人要买名牌包包，连结婚都要借一大笔钱办得风风光光。但在台湾，人们更在意生活的本质，不会盲目攀比。嘉恩啊，爸爸为你感到骄傲。老教授语重心长地说，
你选择的不只是一个好老公，更是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。特别让老教授惊喜的是，台湾的创新创业环境。在参观了几家新创公司后，他发现台湾的年轻人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，而且政府和社会都很支持创新，不像韩国，年轻人的创业之路往往充满艰辛。我们公司就有很多创新项目，洪峰自豪地说，只要有好的想法，主管都会支持我们去尝试。老教授不禁感叹，难怪台湾能培养出这么多优秀的科技企业，这里的创新土壤实在是太肥沃了。他甚至开始考虑，要不要把一些韩国的优秀学生介绍到台湾来交换学习。教授，您要是喜欢台湾，以后就常来住啊。洪峰的父母热情地说，等嘉恩生了孩子，您和夫人就来帮忙带外孙。这句话说到老教授心坎里去了。在韩国，很多老人都不愿意帮子女带孩子，觉得自己退休了就该享清福。但是在台湾，隔代教养反而成了一种幸福的生活方式。回到韩国后，老教授彻底改变了对台湾的看法。他在首尔大学的课堂上，经常会跟学生们分享在台湾的见闻。他说，台湾不仅有世界顶尖的科技实力，更重要的是保持了最珍贵的人情味。你们知道吗？台湾人从来不会用形式社会这个词。老教授说，因为他们的友善和热情都是发自内心的。这番话在学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，大家这才知道，原来在台湾不需要看人脸色生活，不用担心说错话被批评，甚至连搭地铁都不用害怕失误。地铁站的工作人员会耐心指引方向，其他乘客也会主动帮助迷路的人。教授，您说的台湾真的这么好吗？有学生不太相信。当然是真的。老教授笑着说，我女儿在那里生活得很幸福，我这个当爸爸的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？现在老教授每天都会跟女儿视讯，看着女儿幸福的笑容，他就觉得当初的担心真是多余。嘉恩已经完全适应了台湾的生活，还学会了做卤肉饭和珍珠奶茶，连说话都有了台湾腔。爸，我跟洪峰计划要开一家韩式料理店。嘉恩兴奋地说，我要让台湾的朋友们也尝尝正宗的韩国味道。听到女儿的创业计划，老教授一点都不担心。他知道，在台湾这片土地上，只要肯努力，梦想就一定能实现。而且台湾人特别包容，对各国美食都充满好奇。那你要记得给客人们介绍韩国文化啊！老教授叮嘱道，就像台湾人教会我们的那样，用美食搭起文化的桥梁。临近年底，嘉恩告诉爸爸她怀孕了。这个好消息让老教授夫妇兴奋得睡不着觉，他们已经开始计划明年要来台湾帮女儿坐月子了。我一定要让外孙或外孙女从小就接受台湾的教育。老教授斩钉截铁地说，这里的教育方式才最适合孩子成长。看着父母的转变，嘉恩感动地流下了眼泪。曾经，他们对台湾有那么多的偏见和不理解，但现在，他们不仅完全接受了女儿的选择，还打心底爱上了这片土地。这个故事让我深深体会到，爱情可以跨越国界，文化的差异也终将被理解和包容。在台湾这片充满人情味的土地上，幸福从来都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词。各位宝宝们，如果你们也遇到了像嘉恩这样的跨国婚恋故事，一定要相信自己的选择，因为真正的幸福不在于外在的光鲜亮丽，而在于内心的踏实和安宁。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，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